影片到底怎么备份？我拍1天的素材会到100GB， 用的还是 H.264的编码 MP4， 完全不敢想象那些拍 RAW 的摄影师怎么保存档案。有的摄影师会把它删掉，有的摄影师会把硬碟包进自己的报价，买。但预算有限，又想要留档案的话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例如，只是靠自己的自媒体创作者，你跟我们会有很大的机会要一直去把那些旧素材捞出来用，充满回忆又能重复利用的素材，真的很难说删就删。我提供你2个折中的方案，一个是无字母带，一个是压缩。无字母带就是你把剪好的东西再输出一次，但把字幕跟字卡拿掉，通常会回去捞旧的素材，有1半以上的几率是要捞以前曾经发过，然后要做其他的利用。无字母带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你最精华的内容，画质好，同时又可以把你用不到的档案全部都删掉省空间。但是凡事总有例外，像我自己的经验就不止捞旧素材，而是要捞旧的花絮出来使用，或是旧影片的横式要编辑成直式。哇！无字母带完全不够，因为我们可能横的原本就才大，然后它整个画质又在压直的话，它整个就扁掉了。所以我们的预算没办法无上限的买硬碟，我只能出一个奥宝去处理，就是压缩转档。压缩会让画质变很差，就原本你的码率是150 MB， 用预设的 High Bitrate 高位元率去压缩输出之后，只剩下15 MB 不到。档案就小了90%以上，画质大概就是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样。但你不是要卖蓝光或是院线，保存或是删掉，我觉得我一定是选保存。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，你可以追求画质或是花更多的钱，我只是提供你我现在的做法。而这个做法意外的帮助我工作很多次。比起留下高画质的素材，客户一定会更希望你保留完整的素材，那保留的长久。我自己手边的素材能追溯到刚接案的10年前。哇，还真的有人跟我要过5年前的素材，不胡乱。因为当时我们 team 有一个人要离职了，我们就把他的片花整个捞出来剪成回忆录，效果超级好，观看次数也是100万的。电视节目与广告 MV 可能就不能这样，素材真的很大，我会拉预算买额外的硬碟去保存，但也不会多啦，就1颗。坏掉就算了。今年因为我开始做自媒体的关系，我的档案大小成长了3倍，而且还多了一台笔电。苹果笔电天知道有多贵，我根本买不起它的硬碟，所以我这次配了2颗4TB 的 SSD， 我用的是美光 Crucial X10。美光是全球前3大记忆体制造商 ，Crucial 是它的通路品牌，设计、生产、制造、验证都是美光自己做的，所以品质还不错。SSD 很贵，买1颗 SSD 的钱，你可以买2颗 HDD 了。在苹果笔电又更贵，你可以自己斟酌要买多大，说不定你1TB 就够用了。我自己的笔电是只有1TB， 然后大部分都是用外接的 SSD。但自媒体创作者，特别是想尝试频繁更新，像我短影音是接近日更嘛，那就会需要比 HDD 更快、更稳定又更不容易坏、容量又更大的 SSD。虽然它更贵，我会将影片素材分为短期、中期跟长期备份，一个一个讲。短期最开始过档案是美光 Crucial X10 SSD 和我电脑里面的 SSD 各1份。像你电脑剪一剪，突然坏掉，或者是你外接硬碟真的不小心坏掉，你至少还是有1份档案。配合够多的记忆卡，拍完的档案不要太早清掉。你通常会有3份短期素材。如果你身兼剪辑师更好，赶快把手上的影片剪一剪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中期备份。中期我会额外再备份1颗外接 SSD， 就是2颗。我会分别在2颗贴上剪辑用和保存用。那档案转移到保存用的 SSD 之后，可以复制到 PC 的硬碟或是外接的 HDD， 这样你就可以把已经结案的专案一样保存在2个地方。外接 SSD、HDD， 额外保存的地方想用阵列也是可以。阵列的话，像是 DAS 或 NAS， 看你的使用习惯。如果你已经有阵列了，当然也可以备份在那边。可是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，我建议你先考虑组一台便宜的电脑，因为其实阵列不一定比较安全。我觉得阵列根本就是新人杀手啊！我人生中的2次救援都是因为阵列，一次是它读写错误就直接整颗挂掉增速，然后一次是读写错误1颗，插上新的之后，它居然2颗同时格式化了。哇！好，我不会用，抱歉，是我不会用。那不会用的人就真的没事不要用，更没有比较便宜。你买硬碟都固定要买的2颗、4颗、8颗，就复数的买，这样子才能做阵列的镜像嘛。建议用2颗 HDD 或者是2颗 SSD 会比较省钱啦。但我备份的频率比较高，所以我还是更习惯用外接 SSD 做中期的备份。美光 Crucial X10 的体积很迷你，有 IP65 跟3米抗摔，最高2100 MB 的读取速度，最高8TB 的容量，3年有限保固。不管是长时间插着笔电当剪辑硬碟，还是保存归档当年度已经结案的专案，
我觉得都会省下很多的时间，让我可以拍更多的片，写更多的剧本。我也建议你们把时间成本考虑进去，尤其是做自媒体的人来说，你花的时间越少，你才会越有意愿去做这些额外的事情，就是不一定会赚钱的事情。就时间还是我们人生中价值最高的财富了。那最后长期备份就是我前面说的压缩档案，我会在每年2月份左右把上一年度的专案都告一个段落后，大概过年的期间吧，我会把资料夹一个一个丢进 Adobe 的 Media Encoder， 然后直接压缩，把旧的素材删掉。整年度的资料夹整理好之后，我会整包复制到3颗不同的 HDD 里面，都是4TB， 满了的话再买新的。没想到要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么多颗硬碟，还要花这么多的工吧。因为我是商务工作，我拍的东西都是不能补拍的，什么摄影棚啊、艺人通告费啊，还有化妆费啊之类，服装造型加一加，每次制作都是好几万块，我调一次档案就是赔掉1整个月的薪水，所以没办法。那你要不要这样子拍，就看你自己的案量。帮你总结一下，我拍摄是双卡拍，进电脑备份到2个不同的 SSD， 短期接案的话是 SSD 加上 PC 的 HDD， 或者是2个不同的 SSD 各一份。长期接案的话就是减压分散到3个外接的 HDD 备份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预算的话，买云端备份可能会更安心一点，但就真的很贵啊，很贵。以省时间省钱 CP 值高，备份又快的角度来说，结构上 SSD 其实会比 HDD 更不容易坏，因为它没有磁盘嘛。除了成本比较高，几乎没有不选择使用 SSD 做备份的理由，尤其是就这么小一台。然后如果你的预算比我吃紧很多，你可能只有一台笔电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那美光 Crucial X10 虽然它最大的容量是8TB， 我其实更建议你买2颗4TB， 多备份在不同的地方会是更安全的做法。如果4TB 你也觉得很大，买2TB， 不行的话，你买1TB SSD 都不舍得买的话，你要转行吗？然后就这样，还想看什么再留言给我，尽量拍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留言给我，我尽量回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詹斌，频道来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